创作的过程是生命体验的过程。当你深观松树的时候，松它既是松又不是松，化重为轻，化繁为简。这时候你就能体会到一种贯穿全身的喜悦、自在、舒畅的感觉。大卫·霍克尼、东山奎一、莱昂·斯皮利亚特有一批艺术家都画树，都很精彩，但是松树很特别，有一个很深的文化传统，它是孤独的，也是合群的，是脆弱的，也是坚韧不屈的。松韵奥穗，它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无限的。我想它是一种生命的体现，是圣者。每天清晨写《金刚经》的书法，既是练功，也是一种身心的调频。金刚松是自然世界中的松树，更是心中之松。画水墨讲究什么呢？诗书画印。水墨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语言，仅仅只是黑白而已，却变化万端。对我而言，它在艺术领域中的位置，相当于数学在科学世界中的位置，是内省的，更加趋近于本质的。香港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北京的艺术家王鑫，我从事于中国传统中国水墨画的研究和学习创作，很高兴来到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呈现我的画作，希望能给朋友们带来你们想要的安静、舒服和喜欢的一个状态。Have you been interested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for a very long time? 对，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佛教典籍的话，最早的是在1990几年吧，95年左右，当时我在青岛小住了一段时间。那个时间的话，那儿旁边有一个湛山寺，在海边，然后湛山寺里面经常去湛山寺和那个主持进行讨论，然后受佛学的影响，当时他给我讲了《金刚经》，讲了《法华经》，讲了一些《坛经》，然后那段时间我在青岛的有一个小的工作室，里边又有那个是我白天创作，然后晚上读书，就是读了很多的经典，佛教经典。Has your painting then incorporated Buddhist script already since the 1990s? 有的，yeah. 而且这个是我对这个佛教的这个题材可能还更早，是中国绘画的话，它有很多个山水花鸟人物的系列里边，这个人物里边系列，其中有一项它就是这是道士人物画，就是很早的期间我都关注这个。So with this impressive set of paintings, you combine quite a lot of text from the scripture with the beautiful renderings of the pine trees. When did you start painting pine trees, and when did you start working on this specific theme? 这个系列的缘起，
我们讲缘起，佛教一说就是缘起。缘起就是当时我和这个邱仲明教授一块儿去大都会，去 MET， 他去 MET 做高仿，那个时期，当时我最感兴趣的2个地方，一个是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各个馆，一个是那个 Central Park， 对，就是那个时期，就当时我有也算是我的艺术当中的探索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有一天我去大都会看到了那个曲顶的那个下山图，然后我经常去那个中央公园，当时我一个想法就是准备对中央公园进行一个创作。中央公园的计划当时是想做一个长卷，像中国绘画的一个长卷，然后这个长卷内容包括中央公园的春夏秋冬，然后它的那个松鼠，包括它的那个四季的变化、雪景，包括那个晒太阳，就是很多人在那个草坪上，那个把衣服一脱在那晒太阳，还有冬天玩雪，下的很大的雪在那玩雪。他那个整个那个作品的意境就想画成那个中国传统的宋画的这个意境的，就像雪景寒林图啊，就是那个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啊，就是这种境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看到，所以说在 MET 看到那个下山图以后，我一下子找到了这个切入点。那个下山图它是特别细密的，就是画也不是很大，但是它就是特别小的毛笔，然后画了很丰富、很宏大的场面，然后特别的就是惊叹，就是对于我来说特别惊叹。找到以后，后来回国以后，我就进行创作，就是草图的创作，然后当然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央公园，当时我拍了几千张照片，然后包括去那个普林斯顿去看那个肖像八景那个原作。后来进行那个创作的开始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技术上的瓶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为了就是练这个线条的功夫，就开始了对宋画的研究，然后就是临摹宋代的那个绘画的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李公麟的这个西岳祥林图啊，包括87神仙卷呐，然后赵佶的听琴图啊，包括这个那个雪景寒林图啊。然后每天早晨我又写早课的习惯，每天早晨写小楷，就是1个多小时、2小时这个习惯。然后这个小楷的内容，我选择了看了很多那个小楷的，包括王羲之啊，包括那个林徽京啊，包括一些这个小楷。最后我选择了那个文征明的这个小楷。在写这个文征明的《金刚经》的过程当中，《金刚经》的很多内容对我产生了心灵上的这个震撼。然后呢，是中央公园八景，中央公园有很多树木，其中呢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题材的一个内容，我就从松树入手。中央公园有好多松树，很多树，然后我就开始以松树做一个切入点。然后我对这个松树在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脉络进行了清理，然后也去全国各地，包括故宫啊，包括山里边啊，包括一些寺庙里边的古树古松，然后进行了探查。后来在工作室当中，一旦进入了这个对松树的这个探究以后，开始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里边是这个天地这个巨大。所以说与其说是我在画这个松树，不如说是《金刚经》带领了我进入了一个松树的森林。所以说每一个松树就是每天晚上我创作的时候和它对话。像有一些作品它都是画的时间特别长，就是1个月到2个月，然后就是每天晚上跟它对话。因为我有
晚上画画的习惯，所以说是通过画这批松树的话，同时对我的那个心灵产生了一个提升，所以说最后达到了这种心画同体的一个状态。I can see that your meticulous technique and attention to detail takes a lot of time to paint your ink paintings. Do you read the script and paint and read the script and paint? Do you have a specific daily routine or weekly routine to come to your paintings? 这个是每天早上我是喝茶、读经，然后写经，然后就是中午一般是睡觉，而且会睡很长时间，然后到晚上开始吃完晚饭，出去做一个那个5公里的这个这个散步吧。我是每天早上要站桩半小时，站桩就是一种练功。气功，对，它是气功的一种啊，对，它是道家的，对一种。然后晚上吃完晚饭回到工作室，就开始进行一个创作的阶段，就开始面对这个画进行一种对话交流，然后进行一种创作的境界了。所以说晚上是特别安静的，特别因为周围的声音都没了，然后进行一个特别安静的一个状态，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和松树聊天，然后那松树说：“我这儿需要长一枝，我需要更丰富，我需要这个前后的关系，然后我就给它添上加上。其实是我和他说，他说你让我往那儿走，我就给他往哪里引导过去。有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就是每天的那个很多《金刚经》的一些内容也会跳出来，就有点像那个须菩提和佛在交流，这个就是《金刚经》的这个状态这种。So your paintings are illustrating your fascination for the scripture and your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Song paintings. And as you just said, they are informed by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pine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what the paintings mean to you? They are not traditional. They are quite modern or contemporary in feel, and they don't look like previous editions. They are very personal, and I think they have very personal value to you. 对，这个是一个关于这批作品的这个呈现这个面貌，我是有思考的，就是当代艺术肯定是对我也是有影响的。就是我也做过一些尝试，就是当代的这个装置啊，包括3D 虚拟现实啊，也做过一些探索。然后后来是通过要做这个中央公园的计划以后，开始对中国的这个中国绘画的这个进行一种深入的这个思考。一个是对材料上的就是去研究。就说纸张它用多少几分熟啊，是用什么胶啊，包括用什么墨呀，就是研的那个墨，这个墨块也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墨它中国的这个研墨这个墨块分2种，一个是松烟墨，一个是油烟墨。这个用的全都是这个松烟墨，松烟的材料，它就是把松树那个好的松树。给它燃烧了，就是变成那个碳，把它碾碎了以后，然后制成墨块。所以说这个墨的过程，它就相当于佛教当中的涅槃重生。所以说我又把这个墨又给它赋予了生命。So when you come to the planning of your works and the composition, your pine trees vary quite a lot. Sometimes they are very strong and forceful. Sometimes they are very calm and elegant.
How do you select the motif? How do you select the size of the paper? 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构图，它有一个基本原则，一个是那个艺术上的它那个基本的那个疏密关系，就是中国话它讲这个疏客跑马，密不透风，它要是那个有些地方特别密集，有些地方特别疏朗，这是一个考虑。再一个，这个就是这种构图和传统构图有不同，也是受了当代艺术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它有拼贴啊，有那个叠加呀，有一些那个冲突啊，让画面当中的冲突，然后达到一种平衡。但是最后的结果，我脑子当中始终是有一根弦在那儿，就是宋画那个意境的这个。一定要达到那种平静当中的厚重。I think this is really one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your paintings, that the trees themselves are very powerful, sometimes torn, sometimes quiet. But then the series itself, when we see the paintings together, there's a tranquility and a calmness that is very, very specific, I think, to your series of paintings. Can I also ask something about the rocks? Because you have a lot of rocks. I mean, I know that's the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 but still it crops in. 所以说这个石头我也是特别那个考究的一个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是配角，但是它也有它的特点。就是不是很普通的，你看它都有，中国话讲究那个势就是什么，它要伸出去，而且用那个，你看那一幅就是那个石头伸出去，那个势是往那边走的，但是上面那个树又是，往回拉的，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也是，就是似树非树，似石非石。对，有一张是在上面，上面那一张。是上面那张吧？对，那一张。对，那一张，它是下面就像石头一样，但是上面是树。其实它是那个，其实你看好多化石的话，有树的化石，其实它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状态。有好多那个很粗的那个石头，但是它其实是树的化石，可能上亿年的这个状态，你看我就是想把它这个就是树的这个生命状态和这个石头的，它其实是有相关性的。然后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什么？就是每张画上面有签名，那个签名就是木人石，它是我的一个笔名。Your explanation, the balance you describe between the pine tree and the rock actually makes me think of Central Park, and having spent time both in the galleries of the Met Museum and in Central Park, I'm thinking back to that experience that I had and the interesting occurrences of the rocks in Central Park, right? You previously described looking at the trees and taking photographs of the trees, but I think in that big green oasis in the center of this large city, the rocks are actually quite dominant and quite memorable. 对，在中央公园是我人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中央公园这个计划我一定要做出来。就有一次在大都会和那个麦克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的这个中央公园计划的麦克他说你一定要把我们大都会划进去，大都会属于中央公园的8景之一，我真给他安排进去了。Yet instead you returned and now you're painting the pine trees in your studio in Beijing. So you're in another large metropolis and very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ung paintings, the sutra, but also to nature by creating your own green oasis in your paintings. 为什么会有什么机会去特别关注松树这个题材呢？还有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金刚经》还有松树变成你作品中的核心的意象呢？为了创作那个中央公园8景的这个创作，是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解决一些问题，解决那个它的意境啊，它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做一些探索。然后每天早晨写《金刚经》，做日课，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就是产生了灵感，然后从这个松树入手，就是进行了一个这么几年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呈现。那在北京的话，有没有什么在北京的生活还有北京的灵感，改变了你对看待自然、山水风景的这些影响呢？北京当然了，北京是一个这个文化政治中心，所以它那儿有好多好多的展览，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艺术家可以经常在一块儿交流，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有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然后文化历史方面的学者，可以听很多的讲座，然后还可以这个参加各种这个文化活动，同时还可以像北京的周边，它有燕山，也有太行山，然后我们出去写生就可以去看到自然当中的一些树啊、石头啊、山呐，就是看出它们的那个气质，同时也对创作积攒养料。同时，北京好多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几百年的松树，柏树、松树，都是皇家园林的一些，它的造型也好，它的姿态也好，它的气质也好，都会给我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公园，或是哪一个松树让你印象很深刻，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是你自己一个在心里默默的很喜欢的一个松树的景象，在北京，或是你所看过的风景里面有什么特别你自己喜欢的地方呢？北京当然有了，但是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老家邢台，它有一个扁鹊庙，就是扁鹊那个中医的那个扁鹊给他立的一个庙，他当时在那儿。扁鹊在那儿生活过好多年，最后他死了以后，他的墓在那儿，然后也建立了庙。他那个庙门那儿有9棵松树，9棵松柏吧，也是柏树，对，柏树，那个形态都是好粗好粗的，都是差不多从汉朝一直到现在，有9棵并排着，就说是姿态。有些那个树都是被那个雷劈的，都是开了，但是还在活着，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它有些已经断了，但是又冒出新的枝杈来，一共9棵，所以就叫9龙柏。那这个景象有没有说变成你在这边的展厅里面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部分呢？对，很多就说是有那种粗的那种那种就有它的某些特征啊。那您希望香港的观众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不一样，看作品的感受不一样，但是我最想让观众带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它的安静，就是沉静、平静，然后还有它的文化与哲学的这个思考。还有就是个人对这个作品的体悟，就是我画这些松树是我的生命的外显。假如说是某一点是击中了那个观众他对作品的生命的那个体悟的话，那就是最好了啊。所以说他们看到以后，他们回到家，能够持续几天，
他始终在他脑子当中的这种那个念，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对生命的一个碰撞。我的作品，它只是像中药当中的一个药引子，会把它引导到它的那个神性所在，激发他的生命的感知。对于像我一样不熟悉佛教或是《金刚经》的观众的话，您会建议他们用什么的方式去走进你的作品呢？有没有需要去，比方说来之前可以先看一下《金刚经》之类的呢？那这个是因人而异，有些他产生了那个启发的话，他对《金刚经》有所那个吸引，他就会去看；有些他不需要的话，他就看画面就好了。这个画面能够给他带来平静、安静的这种意境也特别好。他从美的角度去欣赏，就可以了。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作品带来的这个意境。想要请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金刚经》的？还有这个经历如何改变或引导您的创作的方向呢？最早接触这个佛教的是90年代，90年代初吧，就是当时我在青岛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工作室在那儿，然后除了画画，然后去寺庙那儿，当时海边有一个寺庙叫湛山寺，去和方丈进行讨论啊、聊天啊，他给讲了很多的那种佛理，从那儿知道了那个《金刚经》啊、《法华经》啊、《坛经》啊，就是一些佛教的经典。这个时候是当时白天画画，晚上看大量的书籍，看了包括一些儒家的思想的东西，佛家的、道家的都就是看了大量的书籍。那个时候种下了这个种子。后来是从纽约回来以后进行这个创作的时候，写小楷书法，写《金刚经》，每天写日课。写日课的过程当中，这个《金刚经》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不执着。你不执着的话，其实很多的空性就出现了，很多奇迹也出现了。在这个金刚颂的系列之后，您有没有想要进一步去探索的文本，还有哲学体系或是自然的题材呢？下一个系列是我要对那个《道德经》的进行一个创作的方向，就是《道德经》我以水为那个契机，就是水的状态，上善若水嘛。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它会变成冰；它温度高了，它就变成云，它升到天上去。它那个润万物，在大地上润万物，所有的生命离开了水，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水是这个对生命来说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下一个我要以水为载体，然后进行这个《道德经》的这个结合的一个创作的方向。期待就是将来的这个作品的方向，其实还是心化同体，达到一种那个法和艺术和佛的境界，它是合而为体、合而为一的一个心化同体的一个状态。那我知道老师您的新作品《金刚松影》也在我们的展厅里面，那你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你的画跟光影之间的关系吗？这个金刚松影，它其实是影，它是一个那个影子嘛，它是一个暗的东西，但是这个影子从哪里来啊？它其实来自于光，有光才有影，所以说这个是有对应那个绘画当中的黑和白。
它的关系，所以说也是宇宙当中的这个阴阳双鱼的一个变化，所以最后落脚点落到这个那个虚空世界，最后一章你看大面积的空白，就回归到这个虚空。所以可以讲一下你小时候学画的经历，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是从小7、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书法，写那个刘公权的那个楷书，然后颜真卿的楷书那样进入的，慢慢的就开始，后来就开始画山水画。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这个芥子园，包括一些写生，然后画那个树，画那个石头，就是当时那个一个是临摹芥子园画谱，当时达到什么状态呢？就说是那个纸是一筐一筐的，那个纸，最后能达到背过那个芥子园画传那个书谱，我能背过，从第一页到后面能背过，能背着临写，所以烂熟于心呐。所以说对这个树的这个结构啊，是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它是哪个方向是怎么画的啊，所以说是特别熟练。同时呢，在那个状态，开始学习的时候，我老师黄永卓老师他给我那个2个指引，一个是写生，临摹，还有一个对这中国美术史的这个学习，就是学了那个王伯敏的那个中国绘画史。这个是在初期学习阶段很少有人去那么小就开始进入这个艺术史的学习，然后结合绘画。看了中国那个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我马上清楚了，就说是中国绘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说每个朝代有哪些著名的画家，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所以说我特别清晰，直到现在就说是这些一直支撑着我知道这个流派，我一看就这个画是哪个流派的，是什么风格，是受哪个艺术家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是特别受益。还有一个就是出去写生，对于树的写生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秋天以后，它树叶子全落下了，然后树的枝杈呀、前后左右啊，它的结构啊特别清晰，那个时候就是画的。所以说树它是那个主要是它的骨架，它骨架打好了以后，然后再加树叶子，那它就是特别的厚重，就像我的树这松树一样，它的骨架都是特别的坚挺，搭配的就是穿插呀，这结构啊，就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就是在这样的话，它是要特别熟练的这个树木的这个生长的它的结构和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相呼应的这个关系啊。你在正式进入美院学习之前，还有一段工作的经历，对，那个是比较艰苦的一段。当时也做过临时工，然后拉过平板车拉货，然后也在工厂修过铁路，然后修过火车头，然后还下过煤矿，就是500米深的那个煤矿下面去工作，工作虽说很短，大概也有8个月左右，所以那段时间特别艰苦。在那个艰苦的状态下，每天工作的时间也特别长，大概10几个小时。每天我自己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自己的时间只有2、3个小时。那个时候也没有画案，就把自己的床铺那个被子撩开，在床铺上平板，在那个上面绘画学习啊。对，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这经历哈，因为包括后来你也特别喜欢动手嘛，
对，我想这些可能跟你修火车头啊这些都有关系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包括国画家，对于印章的这个深入，其实并不是太多。就是我非常好奇，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见着你刻了很多印章，有的非常雄浑大气，然后也有非常的优雅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习印章呢？要去研究印章呢？做一个好的艺术家，尤其是中国艺术家来说，中国讲究这个诗书画印，他不但要会作诗，也会写书法，也会刻印章，然后还会画画，所以说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我这几项我都要去进行一些研究、学习和训练。所以印章它方寸之间，它里边是乾坤万象，它的疏密关系，它的风格气质，比如说汉印，它就是雄浑的，它就是特别的那个给人一种强悍的那种力量感啊。然后明清的印到民国啊，它就比较纤细，比较规矩，这是它的特点。所以说每个时代它都有每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特征。所以说是我的印章就是比较喜欢那个秦汉的印，就是比较雄浑的。但是同时，这批画当中，你看我用的印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用的印就是结合这个画面来用的，它好多都是那种纤细的，就是说比较优雅的，比较虚空的，正好是符合这个气质的啊。所以它是混合一体的。就是这批作品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这个绘画，然后跟这个大段的非常有秩序感的这样的经文的这种搭配。这个当然我们从传统的画史来讲，你比方说从元代以来、元明以来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艺术家在做这样的，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呈现，但是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你画的这些松，跟这个《金刚经》的这个书法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怎么看的？它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它的这个画面构成。它通过这个树的这种各种姿态的一个呈现，和这个大段的这个书法的这个配置，形成一个平衡感。它有些特别粗犷混乱，然后一种这个各种方向的枝杈呀什么之类的，然后通过这个文字的这个形式，特别秩序化的东西，形成一个平衡的张力。这是一个层面考虑。还有一个考虑，它就是经文本身它有力量，经文本身的力量在这个支撑这个画面的这个它的厚度和文化性，这是两个层面的考虑。我知道你在在纽约的时候，就是在展厅里花的时间，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厅里花的时间也非常的多。那在大都会欧洲的这个部分是专门有一个 Rembrandt's Chamber， 专门有一个关于伦勃朗的，就是他的这个画的有那么一个展厅，你也常常在那里度过时光。所以我似乎感觉到，就是你的画虽然是水墨画，但是里面好像也有光影的这样的呈现。那你对于光影的这个理解是什么样的呢？对西方的这个油画，就是伦勃朗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这个艺术家之一。他这个第一次是在02年看他的原作，是02年我们去法国
在卢浮宫里面看，当时有一幅作品，给我印象也是特别的深。当然了，是以前看的在艺术史上看的和原作是不一样的，它的气氛、它的细节的、它的笔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是给人的那个震撼是特别的那个强烈，尤其是它特别潇洒的那个笔触，对光的运用，它也不是那么死板，所以说它是特别强的、熟练的运用的那个色彩的那个色差、色相形成的那个光的质感，给人感觉就是那种特别的那个舒服的一个状态。这些作品当中很多，你像那一幅作品，它就有那个光的感觉，那个黑白阴暗和这个亮的这个光的这种强烈的对比，所以看似它是不经意的，但是其实好多东西受了这个西方的这个大师的一个影响。其实高的艺术到最高的时候，他们都是相通的。是我的画里面，它是通过这个中国绘画的当中的墨色的变化，墨分五色嘛，它可能在我的画当中可能不止五色，可能是几十色，可能是上百色。塑造它的结构的时候，它的这个光影不是像素描一样的，而且因为它是很多线条和这个中国水墨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金染，在这个方式作用下，它形成一个独特的这个属于中国的一种光影的方式。同时它这个黑白关系也是它的像中国的这个阴阳的一个关系的体现，达到了完美的一个融合。所以说我也特别荣幸，就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的这个艺术经历和作品能在这个你们这个博物馆展出。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t comment and history with us, but also even more,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artworks with us. We will have a long exhibition here, and many people will get very closely connected to you through your artwork.